啦啦啦，八卦的小鱼又回来啦！她被韩媒称为素颜女神 Top One 男神收割机，是韩国公认的渣女。拍一部戏爱一个男主，她就是当年风靡亚洲的世纪婚礼女主宋慧乔。相信很多认识宋慧乔都是从2000年的那部《蓝色生死恋》开始的吧？这部韩剧可以说一播出就引爆了无数人的泪腺。那时候宋慧乔年仅19岁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圆圆的脸蛋，舒服的五官，性感的嘴唇，几乎看过这部剧的人都被这个温柔又干净的小姐姐圈粉了。就算时隔多年，已经34岁的宋慧乔，颜值像是打了防腐剂一样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永远是雪白细腻的皮肤，水嫩的粉唇，优雅的气质，一副笑起来迷死人的模样，可就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女神人物。出道这么多年，黑料却一直不断。2014年，宋慧乔被爆出偷税漏税，在2009年至2011年3年时间，宋慧乔通过虚假申报收入等方式逃税将近25亿韩元，人民币约1507万。随后，她的经纪公司就发文表示，这件事，宋慧乔此前对自己税务申报上的问题完全不知情，这些年都是公司在管理她的财产。不过，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。在这件丑闻曝光之后，宋慧乔的形象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剧损。要知道，在韩国，对于艺人的错误几乎是零容忍的。同年9月，为了可以抵制宋慧乔，当时大概有2000多韩国民众公开请愿，要求撤掉一切关于宋慧乔的广告和活动。虽然在事件发生后，宋慧乔一直坚称不知情，并且曾多次公开道歉，但对此多数韩国民众依旧不买账，认为这一切都是她和公司联手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在此事件后，宋慧乔的口碑一度暴跌。1996年，通过模特大赛出道的她，几乎是自带绯闻体质，只要是和她合作过的男星，每一个都能传出绯闻，甚至每次都逼真让观众分不清真假。1997年，在拍完《顺风妇产科》后，宋慧乔就与剧中饰演她未婚夫的李昌勋传出了绯闻，当时两人年龄相差了15岁。后来在和宋承宪主演的《蓝色生死恋》中，宋慧乔又和宋承宪传出了因戏生情。因为当时的两人所属同一个公司，除去电视剧以外，还有不少合作广告的机会，所以两人被传恋情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不过耐人寻味的是，后来时隔多年，宋承宪在一次参加综艺节目时，被问到理想女友是谁时，竟然说的是当年的绯闻女友宋慧乔，所以对这段绯闻也是真真假假，谁也不知。之后，宋慧乔又因为和润主演的《浪漫满屋》太深入人心了，又一次被观众认为两人因戏生情。不过，对于这两人的绯闻还是比较明了的，当时的两人完全只是默契搭档，如今的润都已经结婚生子，是2个孩子的父亲了。宋慧乔还有一个特别崇拜她的绯闻男友赵寅成。两人因合作《那年冬天起风了》中宋慧乔自身散发的气质，加上赵寅成成熟的型男魅力，被观众们认为两位主演在剧中这么深情，会不会延展到戏外呢？当时因为两人的完美合作，甚至在韩国还刮起了一股氧气情侣风。不过随后赵寅成在被媒体采访时问到对宋慧乔的印象如何，他就非常巧妙地回应了两人的绯闻。赵寅成说，宋慧乔很有魅力，相信在韩国没有一个男人能拒绝宋慧乔的美丽吧。但两人私下没有交往的想法，没有任何私心，只是单纯的好友关系。而除去了以上几段熟知的绯闻恋情外，宋慧乔还和裴勇俊、赵寅成、姜东元等男星都传出过绯闻，几乎是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合作了电视剧，因为剧中人物太过美好被传出恋情。正所谓铁打的宋慧乔，铁打的流水绯闻男友呀。靠着这些绯闻，宋慧乔的热度从来没有下过。不过在这么多的绯闻男友中，宋慧乔还是收获过真爱的。2003年，宋慧乔和李秉宪主演电视剧《儿映》后，又一次被传出因戏生情，但这一段是真的。当年的两人是大家眼中的金童玉女，恋爱期间的甜蜜往事也是数不胜数。
李秉宪不仅公开对宋慧乔暧昧喊话，大赞她可爱漂亮，还曾送过宋慧乔戒指，对朋友说想和她结婚，把宋慧乔当作生命中最后一个女人来珍惜。同样，李秉宪是宋慧乔第一个公开承认的男友，也曾在公共场合承认是最爱的男人。相对于一般的明星来说，即使恋情被爆出后，两人也是比较低调的。但是李秉宪和宋慧乔却一点也不忌讳，多次在公众场合十指紧扣秀恩爱，可往往越高调的情侣越不会长久。2004年，两人就被传出了分手消息，结束了这段高调的甜蜜爱恋。之后，时隔4年，宋慧乔又和玄彬两人因拍摄《他们生活的世界》传出了恋情。当时，据宋慧乔身边人爆料说，因为玄彬的成熟魅力很吸引宋慧乔，所以两人的后来才走到了一起。当时的两人就算再忙也会抽空约会，两人几乎是从没有吵过架。两人出席各种活动也是形影不离，公开秀恩爱，高调示爱，国民女神配公认大暖男。对于两人的这段恋情，同样也是备受观众期待，甚至那时的两人还一度被网友们催婚。可后来因为玄彬入伍，两人聚少离多，宋慧乔向玄彬提出了分手。记得当时在公布两人分手消息后，宋慧乔又一次被观众们骂上了热搜，称宋慧乔为玄彬戴绿帽，前脚玄彬刚宣布入伍，后脚宋慧乔就宣布两人分手消息，认为乔妹是个不折不扣的渣女。2016年，一部《太阳的后裔》可以说是火遍了整个亚洲。当时宋仲基和宋慧乔两人在剧中的甜蜜互动，让观众都纷纷表示太入戏。要知道，早在之前，宋仲基就表示过自己对宋慧乔的爱慕之心，所以在这部剧中，宋仲基可以说是本色出演。之后，在出演完这部剧后，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，并且很快，两人就步入了婚姻殿堂。当时，两人在结婚声明中这样说道：“结婚是2个大家庭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会格外谨慎。”这样的爱情宣言无疑是比我爱你更加有力度。他们的婚姻众星云集，几乎是响彻了整个亚洲娱乐圈。这场婚礼被称为是世纪婚礼，是万千少女羡慕的完美婚礼。但即使是这段被外人看来是幸福到极致的婚姻，是被认为天生一对金童玉女，在娱乐圈这片沼泽中，最后也都无法避免离婚这一噩耗。两人婚后不久就一直传出两人感情不和，生日不发文祝福，不出席同一场合等新闻。2019年，宋慧乔甚至就被传出了不戴婚戒，疑似两人婚姻不和，早已离婚。接着就在2019年6月份，宋仲基就发布了声明，表示已与宋慧乔调解离婚。其实，对于两人离婚，还有宋慧乔为什么会频繁的换男友，分不清现实和戏中的角色，这一切都源自于她的原生家庭。因为从小父母就离异的关系，妈妈对宋慧乔的教育方式就是，即便母亲不在了，你也必须能靠着自己生活，只有自己才能守护自己。所以，因此宋慧乔一直非常努力，拥有非常独立性格的她不依附任何人，但同时也缺乏安全感。而反观，再看看宋仲基的家庭条件，从小家境优越，上的是贵族学校，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，拥有着上亿韩元的家产，在他的内心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。宋仲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：“人都是有野心的，但不管是野心也好，欲望也好，亦或是贪欲也罢，终究最重要的还是家庭。”婚后的宋慧乔依旧非常要强，热衷于她的演艺事业。而婚后的宋仲基却希望的是，宋慧乔可以放下事业，回归家庭，为自己生个宝宝，一家人可以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。但对此，宋慧乔却没有妥协，所以后来双方无法克服对方的观念和想法，最终两人以性格不合分手告终了。其实小姨认为，在这段婚姻中，两人谁都没有错，只能是不合适。对于从小就缺乏关爱的宋慧乔来说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可以保护自己，有足够的安全感。而从小就不缺关爱的宋仲基根本想不到这些，所以这段感情变成现在这样，也是属于意料之中的。就像为什么宋慧乔每次都因戏生情，然后不了了之。这个女人非常明白想要什么，但要是得不到她的目的，所有人她都可以放弃。
好啦，今天小鱼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。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哦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那些事儿吧。